马拉松时候的信心是靠训练的配速来的，就是如果你练的时候没有这个速度，你到比赛的时候你会缺失这个信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而你说差那几下的心率或者怎么样，你的手表的区间显示的不好看，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普通人来说就是全力以赴，尽心尽力，不留遗憾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5号星期六，又是周六早晨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但是因为这边是一个长的连休的假，平田先生说他今天不在，但是我们已经来了好多人了。先接水，先接水。今天又热起来了，前几天凉快点，3伏了，对吧？3伏的第一天、第二天，今天跑起来再说，看看跑多少，15或者20，最多就是半马。看看小伙伴们的配速和队伍。那下周应该还是一整周的，就以后我们每周都是周2、周4，或者周2、周5和这个精英小队。周3是合练，周6是一起中距离。我们有小桌。那是5点。我从家出来到现在3公里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个心得，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。昨天的时候，正好训练营的小伙伴一起聊，我分享的心得就是他说，今天特别没状态。就完全不想跑步，但是早上起来硬出去干，出去跑到热身了几公里，接今天的课表。那天我们的课表是7个3分钟阈值，然后说跑着感觉还行，是这样的，我也有这体会，尤其是最近训练量大了以后，就强度大了以后，有时候真的第二天挺累的，有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往大阪城跑。今天就是别看我昨天休了一天可能疲劳感更严重。休了一天之后，今天起来第1公里就不行，第1公里抬不起腿，这是第一个表现。第二个表现是就跑起来以后脚疼，就那种就跟刚初跑者那种足弓疼似的，疼了2公里。等我进到大阪城最后几百米的时候，跑着才感觉缓过来点儿。然后当时的心态就是觉得，我怎么可能呢？今天怎么可能一起再跑速度呢？或者再跑一个中距离呢？但是其实大概率一会儿跑起来就好了。其实专业运动员估计也是这样，就是很少有人每天都是特别精神抖擞的，都是在疲劳和恢复中一步一步这么往前走。因为你没有人们总说超量恢复，没有超量的破坏，就不太可能有超量的恢复，是不是？3个0。345から350。他们3分45到3分50。我看看是不是跟一跟，不行再撤。你们看这个阿尔法弗赖今天高手的，试试看吧。走。今天跑完，想到了比赛的信心，可以直接快进9分钟到训练后。
到。来到，来到，345，嘿，嘿。18公里结束。睡了噻，不行，我要跑到换人时结束。还到 ，Go！ 来了，哎，
345，我不行，彻底不行了。今天16公里，那个加速给我加爆了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可以啊，一个非常棒的专项训练，19公里，18公里，19公里。哎，其实再坚持2公里掉10秒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练专项就是练专项。停一下表啊，结束一下运动。19公里整体的平均配速是3分44，我把每5公里的分段放在屏幕上，现在看不了5公里的分段。大家聊两句回家。他们如果跑半马就不再快速回来了，应该到这儿19公里，在那边到头是1.5，再回来到那个差不多大阪马拉松终点呢，就是一个半马。大家可以翻看上周六的训练，上周六是一个半马，是前慢后快，也很极限。然后这种呢，就是整体很极限，一样快，但是其实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快。最后跟不住的时候，我当时还是3分41左右，他们应该加到3分38，因为都是2小时20多、2小时30的选手。就是天气条件越差的时候，能力的差异体现的也就越大。你看2个人在空调房里冲一个50米，其实马拉松2个半小时的人和马拉松4个半小时的人不会差太多。这种就叫专项训练，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的 PB 的马配，但是是冬天的 PB， 夏天肯定是要减的，但是夏天我觉得我的建议是练专项，就是练马配，还是要或者练马配练阈值，还是尽可能的按照冬天的配速来，就按照马拉松配速来，除非是那种比方我们跑2个15分钟或者1个6公里那种极限阈值，要超过 LT2 的这种肯定是达不到冬天的，就你冲不到最后那极限。来乐，你冲不到那极限，但是在比方说你冬天的时候练马配练3分40，是你的比方说是你的90%，夏天的时候呢，你争取也是3分40到3分45，但是有可能是你的95%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才主张我的其实要看什么呢？主要还是看配速，因为有一件事儿是普通大众不能解决的，就是马拉松时候的信心。马拉松时候的信心是靠训练的配速来的，不是靠训练的时候心率来的，也不是靠训练的时候体感来的。就是如果你练的时候没有这个速度，你到比赛的时候你会缺失这个信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而你说差那几下的心率或者怎么样，你的手表的区间显示的不好看，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普通人来说就是全力以赴，尽心尽力，不留遗憾就好了。只有在尽心尽力不留遗憾的时候，你又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状态，你才能有信心。这个跟我们做模拟考一样，你说你的模拟考永远都是300来分，你哪来的信心高考考700来分呢？对吧？你甭管模拟考有多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老师们像那时候我们就是一次简单一次难，一次简单，一次简单，一次难，但是肯定是最接近考试那次不能太难，就是让你10几岁的孩子本身心智就不太行，但是其实马拉松太艰苦太长了，你成年人，你纵使你看跑马的好多成功人士，对不对？好多那个坐拥千万亿万人资产的人，撑起几万人规模这个企业的人，纵然这些人面对一个42.195公里依旧是
慌张的。这就像你活到70、80岁，你面对一个新的人生也是慌张的，因为太难太大了，就需要自己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。好，对吧？那回家这么着，今天一口气结束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